Agent 创世纪为您讲解丘脑脑干环路驱动历史依赖型决策。该研究由中国科学院与北京大学联合完成，他们破解了大脑为何会被过去经历影响的谜题。核心发现是丘脑脑干环路中的吸引子网络，该网络能将短期记忆固化为稳定的离散状态，它能在数十秒的空白期内保持记忆信息。研究结合全脑成像与光遗传学进行了验证，在斑马鱼模型中实现了历史偏好的读写操控，这为理解人类决策偏差提供了底层神经环路基础。连续避坑后，即使路面平坦，大脑仍会下意识偏离，这种现象称为序列依赖，即大脑用近期经验预测当下，在充满噪音的环境中，历史连续性能够稳定当前决策。右侧曲线显示偏转概率随相同事件次数呈指数上升，这种机制帮助生物在不确定性中利用规律预判未来。驾驶避障示意图直观展示了这一惯性偏离模式。历史偏好并非多余噪音，而是进化赋予的稳定策略，它让决策在随机干扰中保持连续性和一致性。超过 20% 的脑区在决策时已留下历史记忆痕迹，但这些信号是冗余噪音，还是存在明确层级分工？长达数十秒的空白期内，记忆如何做到无损封存？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大脑的短期记忆机制。现有的研究成果尚未给出清晰的答案。记忆无损存储处是理解历史依赖决策的关键，也许不同脑区扮演着截然不同的角色。下一步研究需要更精细的工具来追踪记忆流转。斑马鱼幼体成为研究记忆的理想生物模型，其身体完全透明，无需进行开颅手术，这实现了全脑光学无损读写与实时记录。同时，其中枢神经架构与人类高度同源，虽然体积微小，但能执行复杂行为闭环。它能完美执行记忆引导的导航避障任务，这些优势为追踪记忆流转提供了理想平台。该模型成功连接了微观神经与宏观行为。微型全景 VR 导航系统为斑马鱼营造沉浸式虚拟环境，视觉水流驱动急速前进错觉，模拟真实游动体验。尾部运动意图被毫秒级别解码，实时生成转向指令，左右侧随机生成虚拟障碍物，并设置无刺激空白期。光片显微镜全脑成像，视觉反馈构成闭环回路，尾部解码与视觉同步，形成行为神经实时接口。该装置让研究者无损读取记忆相关神经活动，它精准模拟真实导航，为行为实验提供可控环境。研究团队采用单细胞级全脑显微成像技术，该技术能实时并行记录约5降2000个神经元，它覆盖斑马鱼大脑约 70% 的区域。单细胞级分辨率实现无死角追踪记忆，不过仍有约 30% 脑区无法被同时观测。斑马鱼幼体透明，无需开颅即可成像。这套装备与 VR 系统构成闭环实验平台，它为破解记忆回路的关键机制提供利器。光遗传学技术成为大脑的记忆读写器，它利用2种不同的视蛋白实现双向操控。擦除模式采用 GTACR1 和 GTACR2，可急速抑制目标神经元，这能一键清空近期障碍物记忆，强制行为清零。写入模式则使用 Crimson2 瞬间激活特定神经元，它能够凭空植入虚假的历史偏好，实施行为劫持。SLM 空间光调制器保证了细胞级的精准定向，这套工具为验证记忆因果链提供了决定性手段。连续同侧障碍使斑马鱼避开距离显著放大，这一放大效应源于上一次记忆的叠加。若障碍物与上次同侧避让幅度会大幅增加，单次避障轨迹显示为白色细线，幅度较小，粉色箭头显示历史记忆让转向幅度增大。这种放大效应只出现在同侧连续刺激时，若障碍物出现在异侧则无明显叠加效应。此发现表明记忆叠加强化了防备本能。历史偏好的持久性与叠加效应在本页被精确量化。完全无刺激的空白期内，记忆效应仍能维持10到20秒偏好强度，随空白间隔增加而缓慢下降，但下降速率不高。在10到20秒区间，偏好强度仍保持在较高水平上。连续同侧刺激次数越多，偏好强度的阶梯式增长越明显。连续3次同侧刺激后，避障偏好达到物理峰值。这种指数级增强表明，历史叠加具有明确的饱和边界。
这些性能数据为后续建模记忆缓存机制提供了量化基准。全脑约 20% 的活跃信号被整合为3层流水线架构，第一层是视盖，负责瞬间捕捉当前的视觉输入；第二层是背侧丘脑，它承担记忆缓存的任务，跨越漫长的空白期；第三层是后脑，负责信息整合并计算最终的运动决策。这3层分工明确，形成了从感知到记忆再到行动的完整链条。证据来自大脑示意图中3个区域的标注与功能对应。这一架构揭示了大脑如何高效利用有限资源处理序列信息，它也为后续理解记忆缓存机制提供了结构基础。背侧丘脑是大脑中的单次记忆闪存，作用关键。当视觉刺激彻底消失后，其他脑区迅速归零，但丘脑神经元群进入持续活跃的封锁状态，抵抗遗忘。坐标图显示，刺激后活跃度迅速上升，并进入平台期，即便在后续的空白间隔期内，活跃度也保持平稳高值。这意味着丘脑是对抗时间流逝的记忆锚点，功能明确，它将上一次事件死死锁在脑海中，不被干扰。这种持续活跃机制确保了记忆在空白期的持久存续。丘脑的离散吸引子网络是一种双态开关法则，它强制将记忆归类为2个绝对稳定的离散状态。面对模糊视觉输入，丘脑拒绝任何中间态。这种机制如同0或1的数字开关，赢者通吃。一旦当前状态掉入左侧或右侧的吸引子陷阱，它就能在数十秒内完美抵抗任何系统噪音，记忆因此被牢牢锁定，不会随时间漂移。这一机制确保了记忆在噪音中的完美保持。光遗传学实验直接验证丘脑对历史偏好的因果作用。在空白期，精准抑制丘脑，斑马鱼立即失去历史偏好，它们每次避障都像第一次遇到障碍般毫无记忆，运动轨迹变得零散且不带有任何方向性偏好。在平静期，单侧激活丘脑则成功植入虚假偏好。斑马鱼面对全新障碍时做出强烈的历史叠加反应，这种受控绕圈行为证明丘脑足以独立驱动决策偏差。光遗传学实现了记忆擦除与篡改的双向操控验证。丘脑的离散吸引子虽稳定，却有一个致命缺陷，它的赢家通吃法则导致新记忆立刻覆盖旧记忆，这意味着丘脑只能记住最后一次事件，无法累积历史。隐藏在后脑邻结中的稀疏神经网络接管了终极任务，这个网络仅占全部神经元的 1.5% 到 2%， 极其精简。它的核心职能是接收丘脑传来的绝对分类信号，然后将这些数字信号转化为可层层叠加的累积信号。后脑整合器就这样将单次记忆转化为可叠加的梯度指令。后脑整合器将丘脑的离散记忆转为模拟信号，它同时读取刚发生单次记忆与当前视觉线索，后脑将两者相加，形成融合的感知信号。连续同向刺激次数越多，信号梯度就越高。这一梯度随历史次数累积呈指数级增长，最终转化为行动指令，偏好强度随历史叠加。左侧数字脉冲波代表丘脑的0或1离散输出，右侧阶梯状曲线显示模拟梯度的持续上升。背侧丘脑与后脑整合器分别专司存储与计算。丘脑采用离散吸引子，将记忆锁定为绝对0或1，它只保留最近一次事件，抗干扰能力极强。后脑整合器是梯度响应处理器，平滑累加多轮历史，它能结合当前输入，动态生成累积权重。这种分离式架构保证了存储与计算的独立运行。系统既具备刚性稳定，又拥有柔性更新，二者紧密协作，完成从缓存到指令的完整转换。视觉信息首先抵达视盖，瞬间生成当前感知，随后传入丘脑，过滤噪音并锁定为离散状态。丘脑以吸引子机制将单次经验固化为稳定记忆，接着脑干接手，结合当前感知与丘脑缓存。脑干内的稀疏神经元网络计算累积权重，它把离散信号转化为可叠加的模拟梯度，最后运动系统输出携带历史偏好的转向指令，整个信息流完成从感知到记忆到行动的全过程。研究团队基于介关突触连接图谱构建了模型，模型将生物神经回路抽象为3层计算网络，该模型是3层脉冲神经网络，缩写为 SN， 它完美复现了斑马鱼的复杂避障行为。更关键的是，模型预言了隐藏的生物机制。
这个机制用于解决记忆维持与灵活重置的悖论。模型为后续生物实验提供了明确预测方向，这是从生物图谱到硅基智能的完美融合。记忆的终极悖论在于，它既要稳定又要灵活。模型预言了一类特殊的隐藏武器，即顺态抑制神经元。当全新刺激出现时，这类神经元被瞬间引爆，它们强行解除原有的稳定吸引子状态，并实现复写，从而完成记忆的急速复写，实现闪电重置。这一机制解决了记忆稳定与灵活的根本矛盾，大脑因此能在保留历史信息时随时更新记忆，这是大脑实现记忆复写的关键锁钥。纯反应型智能体在迷宫中频频碰壁，效率极低。具备历史偏好的智能体利用规律实现完美穿梭，真实世界的危险与资源往往具有空间连续性。序列依赖机制使大脑能提前预判前方的弯道，这是亿万年演化深深烙印的生存密码。对比实验清楚展现了历史偏好的巨大优势，没有这项机制，生物将在迷宫中反复犯错。历史依赖让生命在不确定环境中占据先机。研究发现，模块化层级计算是脊椎动物的通用蓝图，记忆维持与感觉整合分离的结构并非鱼类独有。研究团队的这一发现为理解人类感知异常提供关键线索。在精神分裂症和自闭症中，历史依赖常出现极度失衡。研究提供了极珍贵的底层神经视角，以破译这些疾病。斑马鱼为转化医学搭建了高效的研究平台，研究架起了从基础神经机制到临床应用的桥梁。未来有望据此开发新的干预靶点与治疗方案。该研究首次完整描绘历史驱动决策全景脑图谱，它揭示了离散吸引子与梯度整合器模块化分工。这一架构将记忆存储与计算任务彻底分离，大脑因此成为最精密的时空计算引擎。该发现为类脑人工智能提供终极仿生蓝图。该成果以封面论文形式发表于《自然》。它证明过去经验被大脑稳定存储并用于决策。这一机制为理解感知异常提供了底层神经视角。未来可据此开发类脑芯片与精神疾病干预靶点。